如果你一直以为加密圈还是极客、黑客或者热衷炒作空气币的散户乐园，那么在2026年今天的你，认知可能已经被时代远远甩在了身后。现在整个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深流，却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重构。这场重构的驱动力不再是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而是冷酷、现实、追求极致利润和绝对控制权的传统金融巨头。试想一下，当纳斯达克、布朗兄弟、哈里曼、纽约、梅隆银行、富达和道富这些名字像幽灵一样在数字资产领域大肆招兵买马时，你觉得他们只是为了顺应潮流、凑个热闹吗？绝不可能。就在2026年第一季度招聘市场上，这些传统金融巨头展现出的对数字资产相关岗位的极度渴望，传递出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他们正在接管这个行业。这一切背后的本质，并不是华尔街突然对去中心化产生了信仰，而是他们发现了将整个现实世界搬到链上，从而榨取万亿规模流动性的终极密码。今天，让我们深入这场被称为去中心化金融第二次革命的底层逻辑，看清现实资产代币化如何成为重塑全球金融版图的巨浪。在过去几年里，加密世界最大的困境就是它的收益来自于系统内部的相互博弈。在这个被称为去中心化金融之下的初级阶段里，收益本质上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缺乏外部真实现金流的支撑。但现在，游戏规则彻底变了，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被普遍认为是币圈目前最确定的万亿级赛道。国债、房地产、信贷，甚至是大宗商品，这些占据人类几百年财富积累核心的实体资产正在排队上链。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加密世界的底层收益逻辑正在从虚无的代币通胀转向来自真实世界可验证的稳定现金流。当你可以在区块链上以极低的摩擦成本、极快的清算速度买卖被拆分后的美国国债，甚至是位于曼哈顿的一栋商业地产的收益权时，传统金融中介的堡垒就出现了巨大裂缝。这并不是要取代法币，而是用极高效率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传统资产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数字镜像。这种镜像让流动性在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毫无阻碍的穿梭，催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去中心化金融第二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华尔街不是被颠覆者，而是最积极、最强势的参与者，因为只有他们手里握着这些底层真实资产。就在本月初公布的行业报告显示，现实世界资产的代币化总价值已经超过260亿，较去年同期增长了整整4倍。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认知局限。当年去中心化金融之下的参与者们，在信息极度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了怎样的决策？他们满怀热情地把资金投入层层叠加的收益农场，却没有看到外部真实现金流缺失的致命风险。那些早期项目创始人，当时只能依靠链上数据做判断，却忽略了实体经济锚定的必要性。结果就是一场看似繁荣的内部循环，最终在流动性枯竭时轰然崩塌。而今天的现实资产代币化，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增量教训。它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盲目乐观，而是让传统资产拥有者第一次意识到，链上镜像能够保留他们对底层实物的控制权，同时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这才是历史真正留给我们的启示。你有没有想过，当年那些崩盘的项目，如果一开始就有真实资产做锚，会不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金融规则的改变不仅发生在底层资产上，也在最顶层的交易市场里悄然上演。如果我们看看最近美股、纳斯达克的动向，就会发现一种令人震惊的趋势：旧有的规则体系正在向代表未来的超级科技巨擘低头妥协。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例，这家极具颠覆性的航天公司，其强大的市场引力已经让纳斯达克难以抗拒。拟议中的指数纳入政策修订，将直接让相关创始人受益。新规则的存在，使得像这样的大公司能够在新上市后被迅速、几乎无缝地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传统的指数编制规则这种原本代表着绝对权威和长期主义的准则，在超级科技资产面前也必须弯腰低头。华尔街需要这些能够代表人类极限生产力，并且拥有庞大关注度的资产，来维持其市场的繁荣与流动性。无论是为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修改规则，还是大举进军加密市场疯狂招募人才，华尔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抓住流动性这个唯一的命脉。他们深知资金永远会流向效率更高、故事更宏大、增长预期最强烈的地方，而这种规则妥协的决策细节其实充满内在张力。纳斯达克的委员会成员们在内部会议上反复拉扯，如果坚持旧有长期主义准则，会不会错失下一波万亿流动性浪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快速纳入会稀释指数的稳定性。正是这种多方论据的激烈碰撞，让最终修订成为现实。这不是华尔街的失败，而是他们在信息不完整却又必须立刻行动的时刻做出的被迫妥协。
跟当年去中心化金融早期玩家盲目堆叠收益的认知局限相比，这里形成了鲜明差异。前者是权威机构在超级资产压力下的主动弯曲，后者则是散户在无外部锚定下的被动崩盘。你说这两种低头，哪个更让人感到无奈？这场变革的最前沿试验田正在那些极具野心的去中心化平台上加速孵化。如果你关注过超级流动平台，就会明白，这场融合的速度远超所有人想象。超级流动平台的第3版在增长上的超预期表现，已经证明了市场对高效衍生品交易的巨大渴望。但真正令人感到一丝寒意的是即将到来的第4版，它的愿景是什么？它要打通加密资产、股票、大宗商品，甚至包揽永续合约、现货、期权和预测市场，在一个平台上彻底打破传统金融在时间、交易时段、空间、地域限制和资产类别上的所有壁垒，将传统股票市场、大宗商品期货与加密原生资产放在同一个流动性池中进行高频对冲和交易。这不是简单的产品迭代，这是一种全维度金融聚合体的诞生。当传统资产通过现实世界资产的形式进入链上，再通过类似超级流动平台这样的聚合器进行无缝交易时，传统金融市场引以为傲的护城河清算、托管、中介费将被彻底击穿。底层逻辑拆解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结论：去中心化金融的第2次革命其实不是由极客或者散户推动的，而是传统金融巨头用他们的底层资产控制权主导的镜像革命。为什么偏偏会在此时发生？因为只有他们手里握着真实国债、房地产这些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实体。当这些资产被拆分成链上代币时，流动性不再是击鼓传花，而是实实在在的收益注入。这直接打破了所有人惯性认知，原来去中心化不是要颠覆华尔街，而是华尔街用数字工具把现实世界搬上链，从而实现对万亿流动性的绝对掌控。说句扎心的话，这才是效率与控制的终极。结合你以为的革命，其实是更大的权力集中。模拟一下多方参与者的内心博弈吧。当机构交易员在电话会议上被问到是否准备好把曼哈顿地产收益权拆分成链上份额时，他们内心其实在剧烈挣扎。一边是传统托管带来的稳定中介费，另一边是链上瞬时清算带来的指数级流动性增长。而散户则在另一端计算着如何用极小资金撬动曾经遥不可及的国债收益。双方论据张力巨大，机构担心彻底失去控制，散户害怕再次被收割。正是这种心理拉扯，让现实资产代币化成为双方不得不妥协的战场。就在本月初，富达等机构发布的数字资产工程师岗位描述里，明确写着需要深度熟悉现实世界资产协议。这个细节透露出的潜台词是，他们已经把控制权从传统柜台转移到了链上，却依然要确保自己是最终的流动性。守门人，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无声的博弈比任何价格波动都更残酷？从纳斯达克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修改规则的妥协，到华尔街巨头在加密资产招聘上的狂飙，从现实资产代币化万亿赛道的爆发，到去中心化全能交易平台的野心，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其实都在描绘同一幅宏大的图景。金融世界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数字大一统，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已经被彻底抹平。华尔街和去中心化金融不再是敌人，而是变成了一台庞大金融机器的2个齿轮。未来的资产，无论是一块实体的金条，还是虚拟空间的一段代码，都将被赋予数字的灵魂，在光纤中以光速完成所有权的转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比10年前更残酷也更充满机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理解流动性的去向，看懂资产数字化的底层逻辑，是我们唯一能够抵御时代洪流，避免被再次洗劫的认知武器。展望未来5至10年，现实资产代币化将面临2条截然不同的终局路径。第一条乐观路径，全链上流动性聚合体彻底成熟，前提是监管明确支持跨链互操作，并且超级科技资产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顺利完成快速指数纳入。这样全球资金将以光速在现实镜像与虚拟衍生品间穿梭，催生真正万亿日交易量的超级市场。第2条悲观路径，华尔街完全接管链上控制权，前提是传统巨头利用招聘优势和底层资产垄断，将去中心化平台变成他们的影子清算系统。结果流动性虽大增，却丧失了真正开放性，变成新一轮的中心化游戏。你觉得哪条路径更可能成立？又或者，我们还能找到第3条真正的融合之路吗？在这个崭新的数字镜像世界里，你准备好入场了吗？